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正源养生，我是中医师英娜。又到开学季了，经过2个月的假期啊，孩子们纷纷返校。对于家长来说，最让人头疼的往往不是孩子的学业，而是流感的高发期。许多孩子在家里都健健康康的，但一返校就开始打喷嚏、咳嗽，甚至发烧，而且常常一个班级就会大面积中招。这种情况在幼儿园和小学的孩子中尤为常见，通常集中在4至12岁的年龄段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来聊一聊如何防治小儿感冒。感冒的常见症状包括恶寒、轻度发热、鼻塞和喉咙肿痛。根据西医的观点，这是上呼吸道受到病毒或细菌感染导致的。西医的常规治疗是让孩子多休息、多喝水、补充维生素 C。如果孩子发烧超过38.5度，通常会建议服用退烧药，必要时还会用到抗生素。然而这些方法只能暂时缓解症状，还可能降低孩子的免疫力，导致孩子感冒频率增加，甚至影响正常的生长发育。那么中医又是如何防治感冒的呢？中医认为感冒是由于体内正气不足，外邪从皮毛或口鼻侵入，影响肺脏功能，导致肺的宣发速降失调。由于中医强调辨证施治，今天我们主要讲解最为常见的风寒风热感冒的治疗方法，以及预防传染性强的病毒性感冒的中医疗法。风寒感冒主要以祛风散寒、宣肺解表为主。如果孩子有轻微的恶寒、发烧症状，家长可以立即熬制葱白姜糖水，取新鲜葱白30克、生姜5片，再加少许红糖煮水给孩子喝。那对于症状较为严重，而且孩子又愿意喝中药的情况，可以用一个简单的风寒感冒方，由荆芥、紫苏叶、杏仁和生姜组成，对发烧和咳嗽都有良好的效果。风热感冒的治疗以辛凉解表、清肺化热为主，可以推荐一款药茶，配方包括金银花、连翘、菊花、薄荷、杏仁、桔梗、芦根。这2个方子孩子可以当水频繁饮用，尤其是喉咙肿痛的，一定要把药含在喉咙口，慢慢吞咽下去才有效。那如何区分风寒与风热感冒呢？如果不会看舌苔或者打脉，我们可以通过季节和症状来大致判断。风寒感冒一般发生在寒冷的冬季，当然夏季因吹空调或其他原因受凉也可能引发。而风热感冒呢，则常在夏季高温时发作。风寒使毛孔紧闭，无法出汗，胃气被郁闭，而肺气也不能宣降了，因而出现身体发热恶寒、鼻塞流涕咳嗽的症状。但是流涕咳痰多而清晰，身体发热也会导致很多疼痛的症状，包括头痛、肢体酸痛等。而风热感冒一般发生在夏日，因为暑热下逼，直接伤害了肺气和肺的津液，所以症状处处透露着热的信息，比如发热、出汗、口渴、口干、咽喉肿痛、咳痰黄且稠、鼻塞流浊涕等。如果孩子发烧，但体温在38度左右，可以采用物理降温法，用温水擦拭孩子的身体，帮助散热，不要过度捂汗，避免引发恶汗综合症，严重的会引发休克、抽搐等症状。同时可以用冰袋敷在额头，适当饮水，也可以进行轻柔的推拿来减轻孩子的不适。如果孩子体温迅速升高至39度以上，并且伴随强烈的传染性，极有可能就是病毒性感冒。这类感冒通过飞沫传播，传染速度非常快。中医对病毒性感冒的治疗需要专业辨证，因此建议在这种情况下及时咨询中医师。预防是最好的应对方式，虽然无法完全避免孩子生病，但可以减轻症状，使孩子更快康复。正气存内，邪不可干，所以中医发病学很重视保持人体的正气，给孩子提前补好正气，就可以有效地预防各种传染病。第一，适量锻炼，运动确实能增强体质，但不能过度，尤其是在孩子疲劳、睡眠不足时，
过多运动反而会削弱免疫力。第二，合理作息和饮食。经过一个长长的假期，再回到学校，孩子或许兴奋，或许精神紧张，往往睡眠质量就会受到影响。所以一定要确保孩子有充足的睡眠，同时注意饮食不要过量，避免冷饮。第三，可以服用补气药茶。我们推荐参苓白术饮。这款参苓白术饮由参苓白术散改编而来。参苓白术散原本就有补脾胃、益肺气的功效，这里我们用太子参替代了人参，又将各味药的药量调整以后改为汤剂，更容易被人体吸收。对于中医来说感冒虽然常见，但是并不简单。如果没有辨证，治疗不当，还会引发更严重的急慢性疾病，比如支气管炎、肺炎，甚至病毒性心肌炎、脑膜炎等等。好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希望这些内容能帮助到大家。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，请别忘了点赞、分享并订阅我的频道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下期再见。